我及笄礼那天，醉酒被在家中寄读的穷书生破了身，爹娘恼怒，将我草草下嫁。只有长姐给我添了嫁妆，含泪说：日后有什么困难，就来找姐姐接济。人人都赞长姐心慈，说她虽是假千金，却是丞相府培养多年的珍贵女。那一年，姐姐高嫁王府，而我这个真千金屈辱低下，嫁进书生的茅草屋。3年后，我被书生折磨出一身重病，逃回京城，求长姐救济。彼时姐姐衣着华贵，容光满面，依偎在已经成为太子的姐夫怀里。她见我病得快死了，竟嘲讽我：妹妹还不知道吗？你及笄那日喝了我弟的酒，才会身热难耐，被那个书生诱拐上床。你是真千金，等你及笄，嫁给太子的好婚事，还能轮到我吗？我只能用点手段。我含恨惨死，再睁眼竟回到了及笄礼那天。上一世就是这杯下了银毒的酒，让我当众发情，被他安排的穷书生破了身，从此万劫不复。这一世我接过酒杯，指尖微不可察的一颤，借着宽大袖口的遮掩，极快地调换了杯盏。姐姐这般盛情，妹妹怎敢不喝？只是今日陈王殿下也在，姐姐不先敬殿下一杯吗？我仰头饮下那杯无毒的酒，眼角余光却死死盯着姐姐，将那杯淬了烈性银毒的酒含羞带怯地递给了身侧那袭玄金蟒袍。那是未来的太子，姐姐的意中人，更是我的准姐夫顾九昭。半刻钟后，后院厢房，顾九昭跌跌撞撞地闯入，呼吸急促，双目赤红，显然是药性发作到了极致。我早已在此等候，主动迎上前，微凉的指尖攀上他滚烫的脖颈。殿下难受吗？他如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，猛地将我抵在门板上，嘴里却含糊不清地喊着另一个名字：锦荣。江锦荣，我那好姐姐的名字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冷意，却顺从地仰起头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夺回属于真千金的一切，还要抢了姐姐最心爱的男人，让他也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。1个时辰后，顾九昭在药力消退后陷入昏睡，他胸膛剧烈起伏。我拥着锦杯坐起，指尖轻轻划过他锁骨上那枚渗血的牙印，思绪却飘回了前世那个寒冬。那时我被穷书生段源折磨了整整3年，段源拿着我的嫁妆养花魁，醉酒后便用棍棒打断了我的腿。我拖着烂疮流脓的身体爬到京城太子府求救。姐姐一身雪白狐裘，依偎在已是太子的顾九昭怀里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像狗一样的我。妹妹这是得了什么脏病？可别熏着殿下。顾九昭嫌恶的皱眉，护着姐姐后退，仿佛我是什么沾之即死的秽物。哪来的乞丐敢冲撞太子妃，乱棍打出去！我绝望地看向姐姐，曾经她握着我的手说，若有困难便来找她，可此刻她眼底只有畅快淋漓的恶毒。平退左右后，她蹲下身，用那双保养得宜的手狠狠掐住我溃烂的脸颊。江景和，你还真以为那日是你醉酒失态？那杯酒里下了我特制的媚药，段源也是我安排在假山后的。我要的就是你身败名裂，只能下嫁给那个废物。凭什么你一回来就是丞相府的真千金？凭什么你要抢走属于我的荣光？只有你毁了，我才能继续做这高高在上的贵女，才能嫁给太子。现在我是太子妃，而你只是个烂在泥里的乞丐婆。他笑着起身，命人将我扔进雪地，任由官兵用竹板捅烂我的嘴，活活打死。死前那钻心的痛和彻骨的恨，即便重活一世，依旧让我浑身发抖。身侧的男人动了动，发出一声低吟。顾九昭醒了，他眼神从迷茫瞬间转为清明，看清身侧之人的瞬间，猛地坐起，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力道大得惊人。江锦和，怎么是你？你敢算计本王？窒息感袭来，我却不挣扎，只是眼眶瞬间通红，泪珠断了线般滚落，顺着脸颊滴在他紧绷的手背上。我颤抖着拉开衣襟，露出满身青紫的痕迹，声音沙哑破碎：王爷，是您闯进厢房，对我用枪。顾九昭目光触及那些痕迹，瞳孔骤缩，掐着我的手猛地松开。他按着剧痛的额角，记忆回笼，只记得自己浑身燥热，难耐，冲进房间便失去了理智。本王酒量极好，怎么可能？是酒。我拥着被子缩在床角，瑟瑟发抖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姐姐递给我的那杯酒，我没喝完，只觉得身子有些热。后来见王爷喝了姐姐敬的酒，也是这般模样。难道？顾九昭脸色骤变，阴沉的可怕。你是说锦荣？绝无可能。他心的纯善，怎会做这种下作之事？话音未落，院外突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姐姐焦急的高呼：锦和妹妹，你在里面吗？方才有人看见妹妹与一男子鬼鬼祟祟进了这院子，今日是妹妹及笄大礼，若是做出什么糊涂事，可怎么得了？顾九昭身躯一僵，这声音来得太巧太急，甚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。我慌乱地去推顾九昭，泪眼婆娑地哀求：王爷快走，若是被人看见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姐姐带了这么多人来，定是误会我与人私通。顾九昭看着我惊恐无助的模样，又听着外头步步紧逼的动静，眼底闪过一丝疑虑，若非刻意安排，怎会来得这样快？王爷，求您了，从后窗走。今日之事，锦和烂在肚子里，绝不连累王爷清誉。我赤着脚下床，将地上的蟒袍捡起塞进他怀里，那卑微隐忍的姿态与外头姐姐咄咄逼人的气势形成了惨烈对比。那你怎么办？顾九昭没有动，目光沉沉地盯着我。只要王爷不在，姐姐应当不会太为难我。我强颜欢笑，却比哭还难看。房门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，江锦荣一马当先冲了进来，身后跟着面色铁青的母亲，还有一众京中贵妇。前世就是这群见证者将我的名声踩进泥里。见到屋内凌乱的景象，有人惊呼出声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未散去的石楠花味，床榻凌乱，我衣衫不整地站在屏风后，怎么看都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云雨。锦和，你在做什么？母亲怒不可遏，指着我的手都在抖。江锦荣眼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狂喜，面上却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妹妹，
你怎能如此不知廉耻？今日是你及笄之日，你竟在府中与野男人苟合！我没有。我无力的辩解，身子摇摇欲坠。还敢狡辩？这屋里的味道，还有你这副样子！江景荣几步冲上前，目光如毒蛇般死死盯着那扇挡得严严实实的屏风。他安排的断垣就在里面，只要揪出那个穷书生，我就彻底完了。奸夫就在屏风后面吧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来！江景荣厉声喝道，声音里透着迫不及待的快意。不要，姐姐，求你别看，给我留点脸面吧！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死死拽住江景荣的裙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越是阻拦，他就越是确信里面是断垣，越是要当众揭开这层遮羞布。滚开！你自己不要脸，还怕人看？江景荣一脚将我踹翻在地，力道之大，让我胸口一阵闷痛。他大步上前，一把推倒了屏风。我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，敢染指丞相府的小姐！屏风轰然倒塌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床榻边那个背对着众人的高大身影上。那人正在慢条斯理地系着腰带，身姿挺拔，气度不凡，绝非什么穷酸书生。江景荣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：哟，还是个练家子。转过身来，让我看看是哪家的浪荡子。那人动作一顿，缓缓转过身，一张俊美无超却冷若冰霜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。顾九昭眼底翻涌着暴怒，死死盯着江景荣那张错愕扭曲的脸，声音仿佛淬了冰：本王竟不知，在太子妃眼中，本王是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。死寂！原本喧闹的厢房瞬间鸦雀无声，江景荣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血色褪尽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踉跄着后退两步。殿下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？他失声尖叫，目光惊恐地在我和顾九昭之间来回游移，仿佛见到了恶鬼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捂着胸口，剧烈咳嗽，借着凌乱发丝的遮挡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姐姐，这份回礼你可还满意？顾九昭大步走到我身边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解下身上的大熟，将衣衫单薄的我裹了个严严实实。而后他抬起头，目光如刀，狠狠刺向早已下瘫在地的江景荣。你刚才说谁是不知廉耻的野男人？本王今日倒要听听，未来的太子妃还要给本王安什么罪名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你！江景荣意识到自己中计，伪装的温婉瞬间崩塌，他面目狰狞地扑向我，尖利的指甲直冲我的脸而来，一只大手横空截住了他的手腕，狠狠一甩。顾九昭将我护在身后，眼神陌生而冰冷地审视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。在他印象里，江景荣永远是端庄贤淑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解语花，可此刻他满口污言秽语，神情怨毒如厉鬼，哪里还有半分大家闺秀的影子？王爷！江景荣被那一甩踉跄倒地，对上顾九昭厌恶的眼神，瞬间如坠冰窟。他慌乱地跪行几步，试图挽回形象。妾身是太担心王爷了，王爷谦卑不倒，今日却失态至此，定是遭了奸人暗算，妾身一时情急，才会口不择言。他猛地指向我，眼中满是孤注一掷的狠厉。一定是他！这件事唯一的受益者就是江景和，只要察言卖相，若王爷中毒而他清醒，便是他下药无疑。顾九昭眉头紧锁，当即命人请来随行的李太医，屋内气氛凝滞到了极点。李太医搭上顾九昭的脉搏，片刻后神色凝重。王爷体内阴阳失调，火热内盛，却是中了烈性银毒配鸳鸯。此毒霸道，若不及时疏解，恐有性命之忧。此言一出，满座哗然，爹娘吓得脸色惨白，跪地请罪。江景荣却暗松一口气，再度逼视我。景和，你敢不敢让太医也看看你的脉？若你脉象平稳，那就是你趁人之危，意图攀附皇权。我瑟缩了一下，下意识将手藏在身后，这副心虚的模样更是坐实了众人的猜想。躲什么？一道戏谑的声音插了进来。我亲哥哥江浩宇大步上前，满脸鄙夷地看着我。若是清白，何惧查验？除非是你自己下药勾引皇子，做贼心虚。我心头一刺，这就是我的亲哥哥。前世我被逼下嫁穷书生，他只派个家丁传话，说羞于与我为伍。后来江景荣出嫁，他却一路护送，哭红了眼。在他心里，我这个流落在外18年的亲妹妹，只是个让他丢脸的污点，而精心培养的江景荣才是他的骄傲。随着江浩宇的发难，平日里围着江景荣转的那群世家子弟也纷纷落井下石。果然是青楼养大的，手段就是下作，想抢景荣的婚事，想疯了吧？也不照照镜子，江丞相这种败坏门风的女儿，还是趁早处置了。好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将我贬得一文不值。江景荣站在人群中央，享受着众星捧月的维护，眼底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。他步步紧逼，一把拽住我的手腕。妹妹，别挣扎了，让太医看看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我惊慌失措地看向顾九昭，眼泪大颗大颗滚落。王爷，信我。顾九昭看着我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终是不忍，沉声道：验吧，若你是清白的，本王自会为你做主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李太医的手指搭上我脉搏的那一刻，江景荣嘴角的笑意已经压不住了。然而下一瞬，李太医花白的眉毛猛地一跳，惊疑出声：这怎么可能？太医，是不是他脉象正常？快告诉王爷。李太医却摇了摇头，神色复杂地看向我。景和姑娘的脉象躁动急促，气血逆行，与王爷所中之毒一模一样。
甚至中毒更深。什么？江景荣尖叫出声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死。这绝不可能！太医，你看清楚，老朽行医40载，绝不会断错。两人同时中药，且姑娘受害更深，发作时神志不清，所作所为皆受药性操控，实乃无辜受害者。死寂！刚才还叫嚣着要处置我的众人，此刻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，一个个张口结舌。江浩宇更是愣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借着擦泪的动作，掩去眼底一闪而过的嘲讽。他们当然想不通，因为这毒是我自己吃进去的。前世我便知道，江景荣下的这位配鸳鸯极其霸道，药性会渗入血液。方才在床榻之上，我趁着顾九朝意乱情迷，狠狠咬破了他的脖颈和肩膀，大口吮吸着他带毒的血液。我就像个贪婪的妖鬼，通过这种疯狂的方式，将自己变成了完美的受害者。为了复仇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这点毒又算得了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江景荣喃喃自语，身形摇摇欲坠，我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猛地撩开衣袖，露出满臂的青紫痕迹，哭得声嘶力竭。哥哥说我下药勾引，难道我会为了攀附权贵，给自己下这种足以致命的淫毒吗？爹娘，我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，为何姐姐一句话，你们就认定我不堪至此？难道在你们心里，我连条狗都不如吗？字字泣血，句句诛心。丞相和主母面露愧色，不敢看我。顾九昭更是满眼怜惜，一把将我揽入怀中，用大髓将我裹紧，冷眼扫视众人。谁再敢污蔑景和半句，便是与本王为敌。有了这句话，局势瞬间逆转。我靠在顾九昭怀里，指尖悄悄勾住他的腰带，抬起泪眼，给了江景荣致命一击。王爷，既然我和您都中了毒，那问题一定出在酒具上。我和王爷可都用了姐姐递来的杯子。江景荣脸色煞白，强撑着辩解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查就查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我要检举，我要检举！一名书生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闯了进来。看到那个男人的瞬间，我瞳孔骤缩，浑身血液几乎凝固。段源，那个前世毁了我一生，把我折磨致死的恶魔，即便重活一世，看到这张猥琐的脸，我依然恨得牙齿打颤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刺破了皮肉。顾九昭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以为我害怕，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背。草民张文轩检举段源欲行不轨。那书生将段源按在地上，呈上一条方巾。草民见段源鬼鬼祟祟潜入内院，在厢房外窥探，似在寻人。草民将其拿下后，搜出了这条淬了银毒的方巾。李太医一验，果然又是配鸳鸯，铁证如山。顾九昭勃然大怒，一脚踹在段源心窝。狗东西，谁指示你来相府行凶？段源痛得龇牙咧嘴，眼见大势已去，为了保命，他猛地抬头看向江景荣。江景荣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用眼神警告。可段源这种小人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盟约？是。他刚张开嘴，一个尖细高亢的声音突然在院外炸响：皇后娘娘驾到！我心头一沉，江景荣原本灰败的脸上瞬间迸发出死里逃生的狂喜，他的靠山来了。无媒无聘，私下苟合，极为不真。皇后凤眸微眯，冷冷地扫过床榻上的凌乱，最终定格在我身上，语气不带一丝温度：赐白绫，本宫成全你死后的体面。我心头一凛，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。江景荣这一招借刀杀人果然狠毒，他深知皇后最恨狐媚惑主的女子，只需这一句话便能借皇权之手让我这个真千金死无葬身之地。两个粗使嬷嬷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按住我的肩膀，就要扒下我身上那件遮羞的外袍。住手！顾九昭猛地将我揽入怀中，重新裹紧那件大裙，抬头直视皇后，字字铿锵：若说失真，今日儿臣也失了君子之德。母后既要赐死，不如多给一根白绫，连儿臣一起累死算了。皇儿，你疯了不成？皇后大惊失色，顾九昭却不退半步，反而将我护得更紧。母后不问前因后果便要杀人，与滥杀无辜何异？今日之事，分明是有人做局陷害。他一声令下，侍卫呈上那套淬毒的酒具，太医当场验出杯沿上的配鸳鸯，铁证如山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刺向江景荣，江景荣慌了，跪在地上语无伦次的辩解，像个跳梁小丑。眼看真相大白，顾九昭却突然话锋一转，指向那个已经被打烂了嘴的段源。事实昭然若揭，是这书生对相府千金起色心，潜入内院，在酒具上下毒，拖下去行阉刑，再绞杀。我猛地抬头对上顾九昭那双深沉的眼眸，他在保江景荣，把所有罪名推给一个死人，就能把江景荣摘得干干净净，甚至为了堵住段源的嘴，不惜让人先一步烂了他的舌头。我心底冷笑，面上却装作感激涕零。顾九昭拽着我跪在皇后面前，沉声道：母后，景和阴差阳错替儿臣解了毒，既已有了夫妻之实，儿臣愿负起责任，明媒正娶江景和为陈王妃。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既保了江景荣的命，又给了我名分，更安抚了相府。皇后虽不甘心，但也只能为了儿子的名声妥协，甚至还得夸一句陈王有担当。一场死局就这样被他轻描淡写的化解了。皇后摆驾回宫后，我躲在假山后，听到了顾九昭与江景荣的对峙。你以为本王不知道是你？顾九昭将那只淬毒的白瓷杯摔在江景荣脚边，碎片四溅。江景荣哭得梨花带雨，抱住他的腿哀求：你在杯底做了记号，却因慌乱弄混了杯子，害人害己。若非本王拦着，
今日被母后赐死的就是你。王爷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怕失去你，是江景和逼我的。够了！顾九昭一脚踢开他，眼神复杂，既有失望，也有未断的情思。本王今日护你一次，算是全了往日情分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针对景和，便是与本王为敌。看着顾九昭拂袖而去的背影，我眼底一片冰寒。果然，男人的旧情是最难断的。既然他断不干净，那我就帮他一把。傍晚，相府后院，段源被绑在绞刑架上，嘴里塞着烂布，只能发出呜呜的惨叫。侍卫是陈王的人，自然不敢拦未来的王妃。我走到段源面前，亮出袖中寒光凛凛的匕首。此人毁我清白，我想亲手讨点利息。看着那双曾经令我恶心了3年的眼睛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。段源惊恐地瞪大眼，拼命挣扎。别怕，很快就好。我手起刀落，狠狠扎进他的胯下，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，鲜血喷溅在我脸上，温热心甜。我没有停手，拔出匕首，又是一刀，精准地剜向他的眼球。前世他就是用这东西作恶，用这双眼羞辱我，今生我要让他做鬼都不得安宁。2个侍卫看得头皮发麻，我却慢条斯理地擦净匕首上的血迹，淡淡道：劳烦2位转告王爷，我与此贼不共戴天。我要让顾九昭知道，我是个烈性女子，绝无可能与段源有什么私情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洗清江景荣泼在我身上的脏水。3日后，赐婚圣旨下达，陈王府的聘礼流水单抬进相府，其中有1只御赐金钗，顾九昭正要亲自为我戴上。不好了，锦荣小姐上吊了！丫鬟一声惊呼，顾九昭手中的金钗哐当落地，他脸色大变，甚至来不及看我一眼，便拔腿冲向江景荣的无芳阁，爹娘和哥哥也紧随其后，瞬间跑了个没影。原本喜气洋洋的前厅只剩我一人和地上那只孤零零的金钗。我捡起金钗，吹了吹上面的灰尘，漫不经心地往无芳阁走去。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江景荣虚弱的哭声：王爷，锦荣没脸活了，若没有王爷，锦荣生不如死。他躺在顾九昭怀里，脖子上连道红痕都没有，却演得像是下一秒就要断气。爹娘在一旁抹泪，心疼哥哥，更是红着眼发誓要为他撑腰。这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亲生女儿受尽委屈是应该的，而那个假千金掉几滴眼泪就是天塌了。顾九昭无奈的叹气，终究是心软了，解了他的禁足，许他在府中走动。江景荣靠在他怀里，透过人群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挑衅。他在告诉我，只要他想，随时能把我的东西抢走，哪怕是我的大婚。婚期将近，相府张灯结彩，江景荣却越发郁郁寡欢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哥哥江浩宇为了哄他开心，竟跑来掀翻了我的喜糖盘子。傍晚，江景荣却一反常态，主动来找我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言辞恳切：景和，哥哥今日冲动了，他在御宴阁备了酒菜，想跟你道歉，毕竟是一家人，若是闹僵了，传出去也损了王府的颜面，你就当是为了王爷去见见哥哥吧。我看着他那副伪善的面孔，心中冷笑。御宴阁地处偏僻，四周竹林环绕，平日里鲜少有人去，这种地方最适合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好啊，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，我怎能不去？我顺从地跟着他来到御宴阁，阁楼内光线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的异香，这香味我太熟悉了，又是那种下三滥的催情香。江景荣站在门口催促道：快进去吧，哥哥在里面等你呢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不动声色地绕到我身后，那只保养得宜的手悄悄抬起，显然是想把我推进这满是迷香的房间。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我后背的瞬间，我猛地转身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反剪在身后。啊，你干什么？江景荣痛呼出声，惊恐地看着我。我逼近他，嘴角勾起一抹森然的弧度，在他耳边低语：姐姐这招送羊入虎口，我在青楼见得多了。既然姐姐这么喜欢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那今日这出好戏，不如就由姐姐亲自来唱。不等江景荣反应，我一记手刀狠狠劈在他后颈，他软绵绵地倒下，被我顺势推进了御宴阁那扇敞开的大门。屋内早已神志不清的江浩宇闻到异香，像饿狼扑食般冲了上来，砰的一声，我在门外落了锁，听着里面传来的挣扎与撕裂声，我冷冷一笑：江景荣，你不是想用兄妹乱伦的罪名毁了我吗？那这出大戏就由你亲自来唱吧。我唤来心腹丫鬟，让他去给陈王和爹娘报信，说江景荣又寻死觅活，不知所踪。半个时辰后，爹娘和顾九昭匆匆赶到，我从竹林走出，一脸焦急：王爷，爹娘，我刚听到御宴阁有动静。话音未落，屋内便传来一声高亢暧昧的女子呻吟，众人脸色巨变。丞相一脚踹开房门，只见床榻之上，他引以为傲的嫡子正与养女纠缠在一起，画面不堪入目。丞相怒吼一声，险些晕厥，江景荣被惊醒，孽障！推开身上的江浩宇，一抬头就撞进了顾九昭那双冰冷如深渊的眼眸。王爷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他哭喊着想爬下床，却被顾九昭厌恶的眼神定在原地。顾九昭面色铁青，捂着胸口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这一口血吐尽了他对江景荣最后的一丝情分。他甚至没再说一个字，转身决绝离去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江景荣彻底完了。深夜，相府正厅，江浩宇和江景荣跪在地上，衣衫不整，瑟瑟发抖。丞相和主母坐在高位，脸色比锅底还黑。太医已经验过，江浩宇中了药，而江景荣清醒得很。江景荣疯了一样，指着我尖叫：是你，江景和，是你害我！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语气淡淡：姐姐在说什么胡话？那药只有你手里有，哥哥也是被你约出来的。我看姐姐是做不成王妃，便想做相府的少奶奶，这才对哥哥下手吧。景荣还要扑上来，却被主母狠狠一巴掌扇翻在地。贱人，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知廉耻，勾引兄长。紧接着又是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是打你恩将仇报，毁我江家门楣。主母气得浑身发抖，早知你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当初我就该把你扔回那个妓院。江景荣被打懵了，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曾经疼爱他的养母，在这个家里利益永远高于
亲情。一旦他触碰了江家的根基，毁了唯一的嫡子，他就是江家的罪人。那一夜，江浩宇被连夜送往边境军营，名为历练，实为流放，杀不得留不得，赶出去又怕惹人非议。我适时开口，爹娘，既然姐姐名声已毁，不如低价了吧。那日检举段源的书生张文轩，虽家境贫寒，但胜在老实，也算给姐姐一个归宿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丞相眼睛一亮，就这样，江锦荣的婚事被草草定下，而她还做着嫁给江浩宇做正妻的美梦。大婚前夕，我去陈王府看望顾九昭，他伤透了心，正卧在床上闭目养神。我为他喝下安神汤，故意露出手腕上那道狰狞的酒疤，他果然心疼地握住我的手。这是小时候养娘被客人施暴，我为了救她留下的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半真半假地诉说着过往。后来养娘嫌我碍事，逼我去街头卖艺。那日，姐姐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是妓女养大的，她没有污蔑我。我的养娘，也就是江锦荣的生母，的确是青楼的舞妓。那天我看见相府的马车经过，姐姐坐在里面，像个高贵的公主。养娘捂住我的眼，说我不配看。王爷可知我是怎么被认回相府的吗？是你在朝堂肃清贪官沈家，而我养娘那座青楼就是沈家销赃的窝点。那日官兵调查青楼，领头的正是我娘亲的哥哥，也就是大理寺卿。舅舅发现我和娘亲小时候长得很像，起了疑心，一路查下去，这才把我认回了相府。我心里很感激陈王殿下。我抬起头，眼底闪烁着泪光。王爷，其实那日青楼被查抄，养娘想带我逃跑，我只想快点逃脱她的掌控，是我拔下发簪，亲手刺进了她的后脑。顾九昭浑身一震，震惊地看着我。我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了，我想活在阳光下，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襟，赌他会心疼，赌他会愧疚。果然，顾九昭眼底的震惊化为了无尽的怜惜，他用力抱紧我。锦和，别怕，以后有本王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你。这一刻，我彻底赢得了他的心，不仅仅是爱，更是一种共犯般的救赎与怜惜。良辰吉日，双喜临门，我与陈王大婚，十里红妆，风光无限。而相府偏院江锦荣穿着并不合身的嫁衣，满心欢喜地等着他的浩宇哥哥，直到盖头被掀开，露出一张猥琐谄媚的笑脸。娘子，你好香啊！张文轩搓着手，色眯眯地盯着他。江锦荣惊恐尖叫：啊，怎么是你？江锦荣惊恐尖叫，疯了一样推开他。江浩宇呢？我要嫁的是江浩宇。大公子早就去边境充军了。张文轩嘿嘿一笑，一把扯住他的头发，狠狠甩了一巴掌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既进了我张家的门，就给我老实点，别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小姐。这一巴掌打碎了江锦荣所有的美梦，他瘫坐在地，绝望地哭喊，却被张文轩拖着头发拽进了洞房。这一幕像极了前世我被段源拖走的场景，只不过这一次主角换成了他。娘子还不知道吗？你今日要嫁的人是我啊！张文轩搓着手，一脸淫邪地看着惊恐万状的江锦荣。丞相大人早就把你许配给了我，今夜可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。不可能，爹娘不可能放弃我，江浩宇也不会负我。江锦荣疯了一样想往外冲，却被宋钦的粗使婆子一把按住。省省吧，我的假千金！嬷嬷冷笑着将他五花大绑。丞相府只有一位真千金，那就是陈王妃江锦和。你不过是个战朝的野鸠，如今被打回原形，还妄想什么泼天富贵？把嘴堵上，塞进花轿。江锦荣被像死猪一样扔进了那顶逼仄破旧的小轿，轿帘晃动间，他看到了相府正门那盛大的一幕，十里红妆，锣鼓喧天。顾九昭一身喜服，小心翼翼地将满身珠翠的我抱上6层华盖，婚车仿佛抱着稀世珍宝。那原本是他梦寐以求的婚礼，如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幻影。他拼命挣扎，想从轿子里滚出来，想让顾九昭看他一眼，可直到额头磕得鲜血淋漓，那人也未曾回过一次头。迎接他的只有张文轩那令人作呕的笑声和即将到来的地狱般的生活。婚后第1年，我诞下世子，奴凭子贵，风光无两。昔日那几个帮着江锦荣羞辱我的世家子弟，如今个个背着厚礼，在我面前点头哈腰，只求我能在陈王面前美言几句。我端坐在主位，看着他们诚惶诚恐的模样，只觉得讽刺。所谓权势便是这世间最好的美容药，能让昔日的恶人变出一副慈眉善目。第2年，顾九昭受封太子，我顺理成章入主东宫。爹娘对我愈发殷勤，恨不得将世间最好的东西都捧到我面前，只为弥补当年的疏忽。而那个被流放边境的江浩宇也终于立功回京。他在边境磨砺了2年，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唐，变得极其现实。回京途中，他路过松阳县，见到了沦为乞丐婆的江锦荣，但他视而不见，甚至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主动求我为他寻一门体面的亲事。王妃说笑了，她既已嫁作他人妇，便不再是江家人。江浩宇说这话时，眼底只有冷漠。这就是江锦荣曾经引以为傲的兄妹情深，在利益面前薄如蝉翼。第3年冬日，大雪纷飞，东宫门外来了一个衣衫褴褛、满身烂疮的妇人，哭喊着要见太子。顾九昭甚至没认出那是谁，只当是哪里来的
的疯婆子，皱眉护着我后退。殿下，我是锦荣啊，我是你的锦荣啊！妇人抬起那张布满红斑的脸，凄厉的嘶吼。顾九昭眼中闪过一丝厌恶，像是在看一坨脏东西，转头温声对我道：外头冷，别污了你的眼，我先去哄玉儿。他走得决绝，连一丝余光都未曾施舍给他。我披着狐裘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雪地里的江锦荣。姐姐这几年过得可好？江锦荣死死盯着我，眼中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。江锦和，这不对，梦里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我才是太子妃，明明是你惨死街头，是你抢了我的气运。我笑了，原来他也想起来了。3年前出嫁那日摔破了头，你就都记起来了吧？我蹲下身，拔下发间那只金簪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既然记得，那你更该知道，这种从云端跌落泥潭，被人踩在脚底的滋味有多销魂。前世你加诸我身上的痛苦，这一世你也该好好尝尝。你这个毒妇！江锦荣绝望的尖叫，突然抱起，想抢夺我手中的金簪刺向我，却被侍卫一脚踹翻在地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他趴在雪地里，看着那只掉落在地的金簪，那是太子妃制式的凤簪，是他两世的执念。他突然抓起金簪，猛地刺向自己的胸口，鲜血染红了雪地。他以为只要他以死相逼，顾九昭一定会像前世那样心疼他，救他。殿下，锦荣好疼啊，救救锦荣！他虚弱地呢喃，目光痴痴地望着东宫的大门。然而那扇朱红大门紧闭，里面传来的是顾九昭叫儿子写字的欢笑声。玉儿真棒，这个盒子写得真好，是你娘亲的名字。娘亲抱。那一墙之隔是他永远触不到的温暖与荣华。我挥退了侍卫，任由他在雪地里慢慢流干鲜血。第二天清晨，东宫门口抬走了一具冻僵的尸体，正如当年养娘诅咒我的那样，如果不认命，就会冻死在大雪天。只不过那个冻死的人变成了他的亲生女儿。鸠占鹊巢的野鸟终究折了翅膀，而我这颗蒙尘的明珠终于洗尽铅华。重要时间，这一世错轨的人生终归其位，明珠还朝，凤临天下。